带着假胡子的路飞来到报名处报名，人家一看这老头岁数这么大了，还参加竞技场格斗，是不是活腻了？周围的人纷纷嘲笑路飞。负责报名的女人和路飞再三强调，这里可是格斗竞技场哦，不是老年第一次课。见路飞执意参加，就给了他报名表。弗兰基提醒路飞，怎么自由发挥都没关系，但是千万别暴露了自己的身份。于是路飞在报名表上写下了露西2个字。弗兰基目送路飞进到竞技场的后场，转身离开，头一低瞥见了正在看参赛人员名单的玩具士兵。雷兵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，雷贝卡，你果然还是参加格斗了。弗兰基没心情理会这个奇怪的玩具，刚要离开，转念一想，情报就在眼前呀。弗兰基蹲下身向雷宾打听唐吉诃德家族干部以及关于工厂的情报。雷宾对这些事情也不太了解，弗兰基倍感无趣，随着人潮进入竞技场去观看路飞的比赛。山治已经彻底被紫罗兰迷住，紫罗兰直夸山治的菜做得好，夸得山治飘飘欲仙，眼中只有爱情，再也容不下其他。追兵赶来，紫罗兰与山治一起逃命。路飞跟随负责接待的女人进入到格斗选手的候场室，这里已经挤满了形形色色的战士，有肌肉发达的，有膀大腰粗的，有又高又胖的，汇聚了各路凶神恶煞的壮士格斗家。矮小的路飞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，有人跑过来找路飞麻烦，仗着自己个头高大，想欺负路飞，猛发几拳后都被路飞躲开。路飞单手抓住壮汉的胳膊，转了几圈，将他摔在地上，当场摔晕。周围小喽啰们一顿震惊加痴呆。路飞扫了一圈，看到大家都有各种不同的武器，大概明白了竞技场的规则，就是任何刀具都可以使用吧。这时负责秩序的安保跑过来，取消了路飞的参赛资格，勒令路飞退场，因为在竞技场开打前，选手不可以惹是生非，互相挑衅，被看到了必须予以退赛处分。此时一把斧头飞过来，砸在了安保的面前。角落里3个看上去非常不好惹的男子站了出来，大骂安保不长眼的蠢货，明明是大个子先找茬，要退赛也是那个家伙退赛。周围人见状都露出十分惊讶的神情，这可是花之国很有名的暴力团伙青椒家族，后面的老头子已经可以被列为传说中的人物了。安保和周围人确认了一下，然后宣布壮汉退赛。路飞走过去，自然的和那3个男子道谢。站在前面的那个名叫老蔡的男子突然发飙，道什么谢，你这个混蛋，给我收回去！另一个人赶忙将老蔡死死摁住，免去了另一场大战。参加比赛的不仅有海贼，还有海战战犯、原赏金猎人，甚至还有国王和军师。但是路飞并不关心，在他的眼里，这些都是过场的小喽啰。他真正关心的是哪里有好吃的。比赛共分为 A、B、C、D 4个区，参赛总人数加起来超过550人，而第一轮淘汰赛结束后，能胜出的只有4人，想要出线简直比登天还难。路飞被分在了 C 区，马上要参加比赛的是 A 区。所有的淘汰赛就是一个区的所有选手都站在擂台上进行大乱斗，站到最后的为赢，跌出擂台就算输。在擂台外面的水池中藏着德雷斯罗萨的特产小型斗鱼，跌入水中就有生命危险。随着一声清脆的铃响，斗牛竞技场 A 区137人大乱斗开始。路飞在准备区内挑选各种各样的武器，竞技比赛除了投掷类工具之外，其他的武器都可以使用。武器库简直是真男人的天堂。路飞一边欣赏各种武器护具，一边思考将自己装扮成什么样最帅。武器库中有一个男性战士的雕塑吸引了路飞的注意力，看来还是要装扮成这种勇士才是最帅的。远处走来一个小小的身影，准备去的女招待们一个接着一个晕倒在地，看上去仿佛是被霸气震晕的，实则却是因为抵挡不住某个人的魅力而被迷晕了而已。来者正是被称为海贼贵公子的英俊海贼俊美海贼团船长卡文迪许，悬赏金2亿8千万。他的美貌连男人都要为之倾倒，就算只是静静坐在那里，浑身都在散发着耀眼迷人的光芒，女人只要看他一眼就会因为他的魅力而晕倒在地。卡文迪许无奈地笑了笑，太过美丽也是一种压力啊，谁叫我这么完美呢？卡文迪许将一朵玫瑰放在嘴边，自信甚至有些自恋地说道，只有我才配拥有烧烧果实这种华丽的能力，烧烧果实我要定了。路飞装备了一身炫酷的铠甲和盾牌、大宝剑，结果上乘一侧超重，这种全副武装式的装备也不被允许，所以大多数参赛者都光着身子，只拿了一把剑。卡文迪许以一种老前辈的姿态坐在那里，把路飞叫过去训话，你刚才打败壮汉的身手不错，小老弟，你叫我什么名字？路飞脱口而出，我叫路飞，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。此言一出，周围人无不侧目。那个震惊世界的4亿悬赏犯草帽路飞，等到路飞脱下斗篷，大家看清了后面的名字后，才松了一口气。上面明明写着露西嘛，听闻草帽路飞可是一个身高8米的巨汉，堪称无敌。众人围在一起闲扯，卡文迪许带着些许恨意说，如果你是路飞，我现在就干掉你。路飞问为什么，卡文迪许回忆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。作为海贼，卡文迪许已经不算是新人了，他在3年前就进入了新时代，比罪恶时代一伙人还要早。所以当时悬赏金超过2亿的华丽超新星隆重登场，报纸追踪报道轰动了全世界。
通缉令上的照片被全世界女人追捧，那可真是难忘的高光时刻，所有人都为他着了迷。明星哦，不是巨星。然而在1年之后，白胡子发起的顶上战争将卡文迪许的所有光环都给毁了。新人草帽路飞的参与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，之后又出现了一大批悬赏金过亿的新星，被世界称为罪恶时代。11名超新星和黑胡子成为了焦点人物，横扫各大新闻媒体。曾经的巨星卡文迪许已经过气了，媒体再也不看他一眼。因此，卡文迪许对这些后辈们深恶痛绝，并且暗暗发誓，为了再次征服全世界，后辈人出兵多少，自己就要杀多少，一定要将这些后辈赶尽杀绝。所以，得到烧烧果实对卡文迪许来说比命都重要，因为一旦胜出拿到烧烧果实，媒体的关注将会再次聚焦在他的身上。路飞没有闲心听卡文迪许长篇大论地叙述自己的委屈，换了衣服溜了。路飞来到准备去那个雕塑前，看着那个壮硕的战士发呆。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性战士走过来和路飞搭话，她叫迪雷卡，是斗群竞技场唯一的女战士。她向路飞介绍说，这个雕塑上的男子名叫居鲁士，是斗云竞技场历史上最强的剑斗士，3000战全胜无败绩，期间只被对手攻击砍过一刀。但是奇怪的是，全国上下几乎没有人对他有任何印象，谁对他也不了解，就像是一个凭空出现、凭空消失的人一样。甚至雷贝卡都怀疑居鲁士这个人到底是真实存在的，还是什么人杜撰出来的。这个雕塑什么时候、因为什么原因立在这里的，也没人知道。大家对居鲁士的了解仅限于雕塑下面记录的传记而已。周围的人对雷贝卡投来嘲笑的声音。雷贝卡咬嘴唇，说了一句：“我一定要得到烧烧果实，然后讨伐多弗朗明哥。”得知路飞在 C 区后，雷贝卡松了一口气，他在 D 区，这样就不会和路飞在第1轮中碰面了。A 区大乱斗进行到了尾声，各自选手们为了能够出现得到烧烧果实而混战一起，进行激烈厮杀。一阵无差别攻击之后，台上站着一个几乎战无不胜的壮汉，他头戴纸袋，看不清脸，但是他的强悍引起观众们的欢呼。候场人员听说了 A 区出了一个高手，其他幸存者们一拥而上，联手对付这个棘手的汉子。他们用锁链封住汉子的手脚，另一个壮汉跳起来对准纸袋头汉子猛攻，一阵巨响，所有人都飞向天空，如同雨点一样掉落下来。除了纸袋汉子，台上再也没有能站立的选手了。毫无疑问 ，A 区获胜者就是这个头戴纸袋的壮汉。主持人宣布获胜者，观众们鼓掌欢呼。当现场转播的镜头对准壮汉的时候，壮汉一把撕碎了扣在头上的纸袋，露出了真面目，全场震惊。哦不，应该是惊恐，因为这张脸早就随着黑胡子的名号被世界所认知。他就是4皇黑胡子海贼团的1号船船长，被称为冠军的巴吉斯。黑胡子海贼团的人都来参赛了，其他后场选手的士气大受打击。这种级别选手在别人出现就更难了，看台的弗兰奇也颇为头痛。本以为路飞能够轻松取胜，现在看来搞不好又有一场苦战了。弗兰奇看了一会儿，起身准备行动，玩具士兵雷兵紧随其后。他知道弗兰奇要找工厂，表示自己愿意帮忙。弗兰奇想要把他甩掉，但是雷兵紧紧抱着弗兰奇的大腿不放。这里不方便说话，我们找其他地方闲聊。看来这个雷兵知道些什么事情。观众席上，另一个盲人大叔站起身，百无聊赖地走到竞技场外面。他就是之前在赌场中搞事情的大叔。没想到他的真实身份居然是海军本部大将藤虎一笑。藤虎宣布集结所有潜伏在德雷斯罗萨的海军，再调遣3艘军舰，集合点定在竞技场前。这次竞技场中真是名人济济啊！看来要搞一次严打才行，要不然这些海贼实在是太嚣张了。藤虎特意转告手下统计清楚城内百姓的人数，手下很奇怪，不是应该统计敌人数量吗？藤虎微微转过头说道：“比起敌人，不是应该先数一数需要保护的人吗？”竞技场内部候场室，一名海军中将潜伏进来，统计参加竞技比赛的那些有名的人物，结果身份暴露，被一名海贼发现。海军中将想也没想，直接将海贼当场干掉。他的行为触动了另一个组织——巴托洛俱乐部海贼团。一个长相凶恶的男子从阴影中走出来，看着那名海军中将的背影，眼中露出凶光。斗鱼竞技场的擂台上杀气冲天，候场室里也是暗流滚滚。路飞看着那些被打残废的战士，感叹道：“那个冠军下手也真的太狠毒了。”这时，一个男子走过来，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路飞。他说：“就算你再怎么乔装，我也忘不掉你。”路飞仔细一看，叫出声音，这人就是阔别2年多的贝拉米，曾经飞扬跋扈、不可一世的小混混，被路飞一拳 KO。这2年期间，贝拉米去过他曾经不相信的空岛，长了很多见识，再也不是那个不可一世的小混子了。他对烧烧果实没什么兴趣，但是为了讨他的偶像多弗朗明哥的喜欢，他必须在比赛中获胜。为了越过中间来临的巨浪，我选择乘上明哥的船。贝拉米与路飞打过招呼，独自一人走上了前往擂台的台阶。必须的比赛就要开始了，选手们陆续登台，其中一个头发比索隆还绿的扫把头慢慢悠悠地登上擂台。
主持人着重介绍了这个家伙。他虽然实力与强者来比一般，但是他的名气几乎不输四皇，在最想让其消失的海贼排行榜上荣登榜一，且稳坐第1名。出道仅1年就如彗星般声名鹊起。残忍无比的疯子新人将众多海贼穿刺串烧，并且做成视频传播，对平民肆意炮轰焚烧。他的名字是巴托洛米奥。巴托刚刚虐杀了那个杀死自己手下的海军中将，一脸愤世的表情走上台，观众一片咒骂声。巴托微微一笑，大吼一声：“所有人都下地狱去吧！”另一边，罗一伙正在前往交换凯撒的地点。通过当地人，他们得知他们即将前往那座孤岛，其实是个很危险的地方。先不说那个地方如何，到达那个小岛的大桥，一般人都很难越过，因为附近的海域中有一群头上长着角的斗鱼。如果乘船的话，船肯定要被掀翻；过桥的话也很危险，搞不好斗鱼能把大桥毁了。凯撒和乌索普听完都很慌，赶紧和罗商量，让他联络明哥换个交换地点。罗根本没有考虑这件事情，毕竟那座危险的桥，他更关心这个国家人们的现状。他和山治有同样的一个疑问，明明国王要退位了，但是国民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反应，到处依然是一片祥和，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这完全出乎了罗的预料。这时有3个人影从前方经过，罗宾和凯撒看到后都吓了一跳，那是世界政府谍报组织 CPO 的装束，有他们在的地方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事。看来事情真的向着复杂的方向发展。索隆这边经过一顿赛跑，终于成功追上了妖精，将秋水抢了回来。结果那个身材迷人的妖精一把将索隆从房顶丢了下去，力道惊人。索隆看见妖怪的长相后吓了一跳，警卫们和索隆他们走丢后，独自一人寻找看侍郎，结果遭到了一群人围堵。那伙人很厉害，一下子就认出了武士警卫们，他们拔出刀枪与警卫们对峙。本来这种小角色，警卫们几刀就可以解决掉，但是他们拿警卫们的伙伴看侍郎的性命做威胁，要么放下刀，要么看侍郎的命就没了。山治沉浸在紫罗兰的爱情中无法自拔，二人就像情侣一样手挽着手在街上散步，但是两人的身后不知不觉跟了很多歹徒，有人在高处用狙击枪瞄准山治，山治用见闻色霸气察觉到了之后，冲上高处将那个狙击手一脚踢了下来。山治高强的身手将紫罗兰彻底折服，他靠在山治的胸口，不住地夸赞山治可靠。桑尼号上，乔巴、娜美、布鲁克、陶之助留下来负责守船。为了不让陶之助一个人想起痛苦的事情，其他人陪着陶之助玩游戏，哄他开心。突然，船舱内传来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，好像有人打碎东西一样。4个人吓傻了，因为桑尼号上除了他们，没有其他人留下来。难道是入侵者？4人中战斗力最强的乔巴和布鲁克哆哆嗦嗦地打开船舱的门，向里一看，傻了眼，里面一片模糊色块，看上去好像是某种涂鸦一样，又恶心又让人感觉有种莫名的惊悚感。我是剑不君，咱们下期见。